大家好，我是玩乐狂人，跟大家一起学习、成长、玩乐。我就是疯狂玩乐的人。今天狂人要跟大家谈谈钱不是省出来的，而是赚回来的。为什么储蓄和投资有这么大的区别？如果您将储蓄和投资视为同一件事，那么您可能正在错过一个巨大的机会。在今天的世界里，仅仅储蓄可能无法达到您的财务目标。狂人认为，适当的投资是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方法，可以为你带来更大的财务回报。今天就让狂人来跟大家聊聊储蓄、投资两者间的暧昧关系。什么是储蓄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财务概念，但是要真正理解它的意义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狂人为了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储蓄的概念，把基本观念整理在下面，概述什么是储蓄。一、储蓄是什么？储蓄其实就是把你现有的资产留下一部分，以便日后使用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把你的财富藏在一个箱子里，留待以后使用。二、为什么要储蓄？储蓄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财务行为。透过储蓄，我们可以应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，例如失业、医疗费用等等。同时，储蓄还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更长远的目标，例如婚礼、旅游、孩子的教育等等。另外，通过储蓄还可以让我们达到更高的财务目标，例如退休计划和资产增值等等。三、如何开始储蓄？要开始储蓄，最重要的是要确定一个可行的目标和计划。以下是一些开始储蓄的方法：编制预算，确定你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，并评估你的开支是否可以被裁减或省下来。自动转账，设置自动转账可以帮助你每个月把一定金额的钱储蓄起来。开设储蓄账户，选择一个高利率的储蓄账户，可以让你的储蓄增长得更快，减少浪费。找出你的浪费开支，试着把这些开支减少或取消。四、应对紧急状况。储蓄可以作为应对紧急状况的后盾。当你遇到意外情况，如突然失业、医疗费用、汽车维修等，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，就只能借钱或用信用卡来应对，而这会进一步增加你的债务负担和金融风险。五、实现长期目标。储蓄也可以帮助实现长期目标，如买房、孩子教育等。通过长期持续的储蓄，可以累积起足够的资金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六、提高个人财务风险防范意识。通过储蓄，可以提高个人财务风险防范意识，从而更加谨慎地处理个人财务。你会更加谨慎地考虑自己的消费行为，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和价值，避免过度消费和浪费资源。狂人告诉大家，储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管理方式，也是财务管理的基础，可以帮助你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，提高自己的财务风险防范意识，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。无论你的收入多少，只要有储蓄，你就有更大的财务自由度和弹性，而且可以更加轻松地应对各种意外情况。什么是投资？投资这个词大家一定听过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务词汇，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它的真正含义。狂人为了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投资的概念，把基本观念整理在下面，概述什么是投资。一、投资就是把钱放进某些事物中，希望将来得到更多的钱，这有点像是下注，但是相对于赌博，投资是有系统、有策略的。你需要了解相关的市场、产业和公司等信息，以做出更好的决策。二、投资就是将钱用来购买资产，例如股票、债券、房地产等等。这些资产有望在未来增值。投资就像是购买一些小型企业的股份，希望这些企业未来能够获利增长，进而带动你的股票价值增长。三、投资就像是购买一个未来的生活方式。当你投资时，你正在寻找一种更好的未来，一个更好的退休生活，一个更好的经济状况，或者只是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。投资是为了未来的你而做的，为了实现你的梦想。四、投资是为了让你的钱在睡觉时也能为你赚钱。当你投资时，你的钱就像勤奋的工人，他不需要睡觉，无时无刻为你努力工作赚钱。当你投资于一些公司或资产时，这些公司和资产可能会继续运营和增值，进而为你赚钱。五、投资是将你的钱送到一个追梦工厂，在那里它会成为未来的成就和财富。当你投资于一个成功的公司或资产时，你的钱就像是在一个追梦工厂中，那你将会诞生未来的成就和财富。狂人告诉大家，投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财务管理方式，也是一生财富多寡的关键。投资是一种为未来而做的行为，它需要你了解市场、资产、公司等相关知识，并且制定策略，去做明智的选择。储蓄及投资的比较。储蓄和投资是个人财务管理中的两个重要方式，虽然它们都是用于赚钱和增加财富的工具，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。
狂人用表格和条列方式把储蓄和投资做个比较，给大家参考。以下是储蓄和投资的比较表，根据每个比较面向，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。定义：储蓄是指将钱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，以赚取利息或保护本金。这种方式风险相对较低，是一种较为保守的财务方式。投资是指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，以期望在未来获得获利。这种方式风险相对较高，但收益也相对较高。风险：储蓄的风险比投资小得多，存款利率通常是固定的，而且存款本金受到保险机构的保护。相比之下，投资的风险相对较高，因为市场波动可能导致资产价值下跌。收益：储蓄的收益通常比投资低，存款利率很低，且通常不会超过通货膨胀率。相比之下，投资的收益可能很高，特别是在长期投资的情况下。然而，高收益也意味着高风险。资金需求：储蓄通常适合小额资金需求，如储存应急基金或准备未来的购买计划。相比之下，投资需要大额资金需求，如购买房产、股票等。市场行情：储蓄不受市场波动影响，储蓄利率通常是固定的。相比之下，投资的价值受市场波动影响。市场行情好时，投资的价值可能会上涨；市场行情不佳时，投资的价值可能会下跌。期限：储蓄通常是短期的，而且可以随时取款。相比之下，投资通常是长期的，因为长期投资通常可以实现更高的收益。费用：储蓄通常是低费用的，只需要支付一些管理费用。相比之下，投资通常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，如交易费用、管理费用、税收等。投资者特点：储蓄通常适合保守型投资者，他们希望通过低风险的方式保护本金。相比之下，投资通常适合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，他们希望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实现高收益。储蓄和投资都是个人财务管理中重要的方式。储蓄是保护本金和赚取利息的方式，风险较低，收益较低，通常适合保守型投资者。投资是购买资产以实现未来获利的方式，风险较高，收益较高，通常适合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。在选择储蓄和投资时，需要根据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、资金需求、期限等因素进行判断，并在投资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和研究，以减少风险。储蓄及投资的比重应该如何？当我们谈到储蓄及投资时，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应该将多少钱用于储蓄，多少用于投资呢？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，因为它取决于你的个人情况和目标。狂人利用比较储蓄和投资的特点来分析，给您参考，帮助您做出更好的决策。依据年纪相关分析如表格，年龄20岁时，年轻人应该优先储蓄，建立紧急基金及支付日常开销，且投资也需要第一桶金来支应，需透过储蓄来达成。不过也需要投资，主要是替未来累积投资经验。年龄30岁时，在职业生涯中，你的收入开始稳定增长，储蓄仍然很重要，但要开始大胆尝试高风险投资，这更重要，以实现更高的收益及累积投资经验。这阶段风险承担能力相对高，受挫能力也高，所以要放胆去尝试练习投资。年龄40岁时进入中年后，你可能有更明确的财务目标，如支付子女的大学费用或偿还房贷，因此高风险投资依然重要，但重心稍微转向低风险投资，以因未来逐步偏向低风险投资趋势，降低投资亏损风险。年龄50岁时，随着退休日期的逼近，你需要被动收入来辅助应对日常支出，但也因为年纪关系，风险承担能力变低，因此储蓄及低风险投资比例需要增加，降低高风险投资。年龄超过60岁时，进入退休阶段后，需要更多的被动收入来应对日常支出，但无法承担太多投资风险，因此需要降低高风险投资，增加低风险投资来实现这些目标。储蓄40%够吗？由30到40年工作及投资累积的财富，通常40%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资金，足够因紧急及日常开销。我们可以看出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，储蓄和投资的比重应该有所调整。且狂人把投资细分成高风险投资、低风险投资，希望能更精准地给出建议让大家参考。年轻人应该以储蓄为主，累积未来投资需要用的第一桶金，不过也要尝试投资，以建立相关知识及累积经验。而当你进入职业生涯，可以逐渐增加投资的比重，以实现更高的收益。当你进入50岁以后，储蓄比例要拉高一点，以应对日常支出、意外支出。投资部分则微调高风险投资及低风险投资的比例，让被动收入持续有进账，支撑整体必要开销。最后，狂人要提醒大家注意，投资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控制的领域，因此需要控制风险。投资应该基于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来进行，避免过度冒险。
同时也需要考虑多元化投资，将资产分散到不同的领域，减少单一投资风险对整个投资组合的影响。感谢观赏影片到最后，如果大家对这类影片有兴趣，请多在下面按赞，多多回应留言，让狂人知道，我就会多出这类型影片给大家。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